1974年8月28日上午9点半左右，搬到横口住宅小区第2天的美智子，刚刚从外面买完新家需要的生活用品，准备拿钥匙开门的时候，突然听到砰的一声，是谁家的大门关闭的声音。美智子本能地向声音传来的地方转头看去，咦，吓死老娘了！这一看吓了美智子一大跳，只见一个浑身是血的男人正在慌里慌张地关着隔壁邻居306室的房门。这个男人身上浅灰色的西装已经被鲜血浸染，双手和脸上不停地有鲜血流向地面。美智子这下慌了手脚，不自觉地向后退，双腿发抖地靠在门边，手上的钥匙还插在大门的锁孔里。这个时候，男人也注意到了美智子，慌乱之下，他立刻低下了头，斜着眼睛瞄了美智子一眼后，头也不回地朝楼上逃去。此时的美智子还没缓过神来，但她知道大事不好，肯定出事了。隔壁房间住着奥村和八重子一家4口，里面还有他们年仅8岁和4岁的女儿。昨天他们还打过招呼。稍稍缓过神来的美智子立刻打开了房门，拨通了110报警电话。喂，是警察局吗？这里杀人了，有个男人逃跑了。美智子突然冲着电话惊叫了一声：啊，这个男人我好像认识。不错，这个杀人后正在准备逃亡的男人，美智子确实认识他。就在昨天，美智子刚刚搬进这个小区的时候，在自己家305房间大门口处遇到过这个男人。他说他是楼上的大帮松三。他还告诉美智子，你要特别小心那个306的女人哦，那个女人坏得很，她经常让她的女儿弹钢琴，骚扰邻居，我都快被她整疯了。你要特别注意哦，那个女人看着很善良，其实坏得很。接到美智子的报警电话，神奈川警方很快到达了事发现场。当警员破开房门的那一刻，现场的恐怖情景惊得在场警察倒吸了一口凉气。只见女主人八重子侧卧在房间的门厅处，浑身染满鲜血，已经没有了呼吸。8岁的长女真由美和4岁的次女杨子横躺在隔壁小房间的榻榻米上，盖在2人身上的毛巾毯已被鲜血染得血红一片。同样，2个孩子已经没了呼吸。那么，美智子看到的这个浑身是血的男人大帮松三是个什么人？他和八重子母女3人有什么仇、什么怨？他为什么要用如此残忍的手段杀害了他们呢？大家好，欢迎收看《万象奇谈》，我是大象。今天我们就一起关注这起发生在上个世纪90年代日本神奈川恐怖的奥村家一家3口灭门杀人事件。上世纪70年代是日本经济高速发展一个黄金时代的顶点，工业生产急速腾飞，每5年就会翻涨1倍。此时的日本国民生产总值已经超过了苏联，仅次于美国，位居世界第2位，总数约为1万亿美元。与此同时，经济高速腾飞也进一步拉大了贫富之间的差距。影片开端提到的美智子所搬新家横口住宅小区，实际上是神奈川政府利用农田建造的一个大型住宅小区，可容纳1400户家庭居住。低收入的日本家庭可以用较为低廉的价格申请入住。事发时，约有1364个单元搬入了住宅区，约有4000人居住。发生命案的房间是位于日本神奈川县平冢市横口住宅小区34号楼306号房间。命案发生时，奥村和妻子八重子已经在这个房间和他们的女儿度过了4个春秋。奥村是一个普通的上班族，微薄的收入养活一家4口。妻子八重子和那个年代的日本妇女一样，在家专职带孩子。八重子性格活泼，比较健谈。在警察走访邻居的时候，他们一致反映，八重子一家和邻居们相处的都还不错，大家没事的时候也经常聚在一起，说说笑笑，家长里短。相反的，邻居们对涉嫌杀人后逃逸的大帮松三颇有微词。邻居们基本一致反映，松三此人性格古怪，很少与邻居们来往。隔音并不好的廉租房，经常能够听到松三和妻子吵架的声音，有时甚至会传来松三施暴妻子的叫骂声。据邻居们回忆，奥村一家与松三一家是同一年搬进这个小区的。1970年的6月，松三一家先行搬进横口小区的34号楼的406号房间。2个月后，奥村一家也搬进了同一栋楼的306号房间。也就是说，奥村一家的头顶上就是松三一家。
1973年的7月，松山对他的朋友说，他厌倦了自己的工作，离开了他工作的工厂，品种市的一家车身零件制造公司。之后他便失业了，靠着失业保险金维持生活。警察后面调查的结果也显示，1974年7月以后，也就是事发前，松山已经没有足够的资金维持生活，已经拖欠了3个月的房租。松山被捕后，当警察问及为什么要杀害八重子母女3人时，他非常平淡冷静地对警察说，我认为他们是一个不懂礼节的疯子家庭，因为他们搬进来的时候，我没有收到他们的入住问候。在日本，一般一个家庭搬到一个新的地方，都会向新邻居赠送礼物，用以搞好邻里关系嘛。当然，这不是必须的。松山说，他们搬进来不久，大周末的还在家里 DIY 木工，叮叮当当的锤子声一直响个不停。他们家的阳台窗户和入户门不停地开开关关，还有厕所和浴室的声音。松山突然提高音量对警察描述，你知道吗？我觉得那个锤子的声音太可怕了，我曾经在家里对着楼下大喊过，太吵了，你们周末能不能安静点？可是奥村一家依然我行我素，并不理会松山。松山认为，就是他们一家搬来后，他都感觉小区邻居们对我都冷淡了很多，特别是那个八重子，对谁都很友好，唯独遇到我松山，连招呼都不打一个。松山觉得八重子一定是向邻居传播了关于我的坏话，那个时候我就开始讨厌和憎恨这个女人。1973年11月，奥村给心爱的女儿买了一架钢琴，他认为大女儿真由美在音乐方面非常有天赋，他要好好的培养她。但在邻居们看来，这一点似乎有所出入。邻居们认为，奥村之所以买钢琴是因为虚荣，这一点在后来的经济学家的研究中也得到了验证。在上个世纪的日本70年代，钢琴基本成为中产阶级家庭的体面象征。那时的日本人无论有没有条件，都想方设法的去买一台放在家里。1972年，在日本的家庭中，钢琴的普及率达到了10%。这一年，日本的钢琴生产达到了33万台。然而，这种攀比自然带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的特征。比如出事的奥村家，其女儿练琴的房间只有3贴榻榻米大，换算成公制不到8平方米。这样的地方弹钢琴，就算不轮到奥村这种敏感的邻居，恐怕也会让四邻不安。也就是这架钢琴成为奥村一家4口悲剧的导火索。1974年4月，大帮松山和他的妻子向奥村一家提出，我在家的时候能不能不让孩子弹钢琴？我觉得孩子们的钢琴声严重地骚扰了我的生活。然而这一切并没有得到奥村一家的重视。八重子还讽刺说，您是长辈，大人了就忍忍吧，孩子们的教育最重要。然后就关上门，不再理会松山了。为此，松山回家后又与妻子发生了口角，甚至动起手来。1974年的7月，松山的慢性偏头痛反复发作，耳朵嗡嗡作响。松山说，我每次经过他们家门口，我都害怕奥村会拿着菜刀来刺我，因为他们都不喜欢我，他们对其他人都非常好。8月1日左右，松山的脑海里反复出现恐怖的想法，如果那家人再不停止弹钢琴，我想我会杀了那个女人和她的孩子们。事发前1周，大帮松山开始寻找适当的机会，我要先杀了他们的父母，他们不是一个好的榜样，因为他们的纪律性太差了。此时的松山还特别想杀死八王子氏曾令他陷入困境的一个男子，因为是他让松山不得不寻找新的住处。而松山以为来到横口小区可以过上清静的日子，松山确实也过了2个月清静的日子。上完班就去附近的池塘钓鱼，在家里看书。没想到就从奥村一家搬来以后，他们就打破了松山清静的生活。我以为就要开始新的生活了，被奥村一家给毁了。事发的前一天，也就是1974年8月27日，松山遇到了刚刚搬进楼下305号房间的美智子。他认为美智子是个好人，他会主动和我打招呼。松山当时与美智子说了八重子的坏话，于是松山感觉到美智子很可能和八重子说了这件事情，所以八重子在事发当天让他的女儿在家里一大早就开始弹钢琴，害她不能安稳睡觉。故事讲到这里，相信小伙伴们多多少少都感觉到了，这个大帮松山似乎脑袋
有点不正常。这一点在随后警察的调查中得到了验证。1928年6月4日，大邦松三出生于东京都东京市归户町。松三的父亲开了一家书店，他是家里的次子。小时候的松三性格开朗活泼，学习成绩一直很好。但是就在松三10岁的时候，松三和他的邻居家一个口吃的少年一边玩耍一边模仿，最后自己也变成了一个口吃少年，从此变得沉默寡言。松三的亲戚对警察说，大约就在松三初中1年级的时候，他被老师叫到讲台上，当着全班同学的面要求朗读语文课文。松三由于口吃未能完整读完，少年松三感觉到被羞辱了，强烈的自卑感让他失去了学习的动力，成绩明显开始下降，逐渐变得沉默寡言，性格越发阴郁。1945年的3月，大邦松三中学毕业以后进入了军火工厂工作，随后于1947年的5月成为国铁中央本线国立站的工作人员，后因挪用公款和试图抢劫2000日元现金被警方逮捕，在台东简易法庭被判1年刑期，缓刑3年。1953年，大邦松三在东京工作期间被一个农民家庭相中，收为上门女婿。7年之后，1960年的4月，发现妻子出轨，妻子要求离婚调解。同年11月，松三收到了3万日元调解成立。离婚后的松三搬到了东京都八王子市并木町的一间公寓，同时他在日野汽车公司上班，经常2班倒。也就在这个时候，他投诉过楼上的一名男子，理由是他开的音响声音太大了，影响了他的休息。此时的松三开始对噪音有着病态的敏感，他告诉好友，他觉得清晨的麻雀叫声都很烦人。1965年的4月，松三经熟人介绍认识了10年就职工厂的妻子，但妻子说他们的关系并不好。婚后，松三经常因为一些小事对他暴力相向，为此多次提出离婚。后面之所以与松三搬进了事发的横口住宅小区，也是因为松三经常与同事发生争执，无法继续工作，加上他们所住的八王子小区的楼上有个男人经常高音开大音响，几次发生冲突，无奈之下只能寻找新的住处。1974年8月28日清晨7点15分左右，大邦松三被楼下306号房间回荡的钢琴声惊醒了。长期被噪音折腾的松三心里的怒火直冲脑门，直到9点钟，钢琴声还在继续。怒火中烧的松三急促地在房间里踱来踱去。松三试图克制自己的情绪，但很不幸，他没成功。他冲到楼下306室，用力地敲打奥村家的房门。开门的正是弹琴的8岁的真由美。由美看着楼上的怪叔叔，于是轻蔑地对松三说：“叔叔，是人都会发出声响的哦。”转身的时候还嘟囔了一句：“真是个怪叔叔。”我估计这是八重子和奥村在家里议论松三的时候被由美学去了。松三本来就是一腔怒火没处发，这个炮仗算是彻底被由美点燃了。回家后的大邦松三越想越气，他脑子里突然想到，前一天他在楼下遇到了刚搬来的305室的美智子，他向美智子说了八重子的坏话，他确认是美智子和八重子说了什么，所以八重子才会让由美一大早就弹钢琴折磨他。无法压抑的怒火之下，他决定处理了八重子母女3人。松三迅速到厨房拿了一把20.5厘米的刺身刀和刺身刀外露腹带1条，钳子1把。在后来警察的审讯中，松三坦诚，之所以带腹带1条，是因为准备在刺身刀不能完全杀死的情况下，用腹带勒死他们，而钳子是为了切断电话线准备的，以免他们报警。大邦松三将一切准备就绪，开始站在卧室窗边观察情况。当她发现丈夫奥村外出上班后，迅速向楼梯走去。刚从楼梯转弯处将要下楼的时候，发现八重子领着4岁的小女儿杨子正要下楼倒垃圾。松三确认母女已经下楼，快速顺着楼梯溜进了奥村家里。此时家门正好是打开的，进门后，松三顺着琴声发现正在卧房里弹琴的大女儿真由美。没等由美反应过来，提着刺身刀就朝由美的左胸捅去。没一会儿，由美就没了动静。松三此后躲进隔间的后面，等待外出的母女进入房间进行伏击。让松三没有想到的是，没用几分钟，外出的妹妹杨子独自归来。待妹妹进入姐姐房间的一瞬间，松三用同样的手法解决了杨子。松三把姐妹2个放在房间的榻榻米上，用毛巾毯盖住了她们。
没一会儿，他就听到了八重子进入了房间，一边呼唤孩子们的名字，一边朝洗衣机旁边走去。此时的八重子并没有察觉到异样，按动洗衣机的时候，还在大声地问着姐妹俩：“你们在干嘛呢？为什么不说话呀？”就在八重子转身的瞬间，松山在他的脖子上捅了几刀，八重子应声倒地，没了呼吸。后经法医验证，母女3人都是死于失血过多。大女儿由美直接心脏穿刺休克而亡，二女儿杨子主动脉切断失血过多而死，母亲八重子左锁骨下动脉横断割裂。事发后，大帮松山正要锁上306号房间的大门，就发生了我们节目开头的那一幕。松山迅速逃回家后，把作案的工具装进包里，背起背包夺门而出，驾驶摩托车开始逃亡。根据神奈川警方的调查结果显示，松山先是将摩托车遗弃在 JR 相模线宫山站的一条农场道路，之后乘坐出租车来到了国铁毛崎站，换乘公共汽车逃往藤泽市，在同城的定光寺入口处将刺身刀和西装扔在了小屋后面，乘坐大巴车逃到了东京大田区江浦田，在上野站换乘电车，在旧井郡松田町横川附近下车，并在车站附近的户外睡了一夜。8月29日，案发后的第2天，松山在东京停留了一天，乘坐 JR 横滨线到达桥本站，在路边停靠的车上睡了一觉，之后返回平冢市，于31日凌晨向平冢警察局自首。根据大帮松山的交代，在逃亡过程当中，为了更换自己被血浸染的衣服，他还在3处民宅偷窃了一条工装裤和2件夹克，总市值约为1000日元。归案后，面对警方和公诉人的审讯，大帮松山表示：“我很生气，我也很悔恨，我愿意道歉，我也为受害人感到难过，但我没什么好后悔的。”就在美智子报警后，神奈川警察局对松川发布了全国谋杀通缉令，调查指挥部派出了200名调查员。因为松山曾和熟人说过“我想下海去死”，警方随即对邻近的大基市相模湾进行了大规模的搜查，直到松山自首归案。松山对犯罪事实供认不讳，警方也在松山交代的藤泽市发现了作为凶器的刺身刀，用于逃跑的摩托车也在寒川镇被发现。1974年9月20日，横滨地方检察厅小田原分院以谋杀和盗窃罪将嫌疑人大帮松山起诉至横滨地方法院小田原分院。经过漫长的一审法院审判，一审判决被告人大帮松山被判处死刑。他本人拒绝向东京法院上诉，但其辩护人还是将其说服，于1975年11月1日提起上诉。1976年5月11日，东京高等法院第4刑事庭对被告人大帮松山进行了第1次上诉审判。1976年6月30日至10月5日在押期间，法庭共对被告人大帮松山的精神和身体状况进行了10次检查，并表示被告人在犯罪时患有妄想症。然而，想被判处死刑的大帮松山担心根据评估结果，死刑可能会被推翻、减刑或无罪，因而拒绝合作。他向专家和东京看守所的工作人员透露，他想撤回上诉。1976年10月5日，即鉴定的最后一天，大帮松山不顾辩护人和看守所工作人员的劝说，准备撤回上诉状，最终确定了死刑。这是在当时的日本，一审由地方法院被判处死刑的被告人不向高等法院上诉，或者上诉审理开始后撤回上诉的仅此一例。大帮松山虽然在法律上被判处死刑，但其实际上只是作为死囚一直被关押在东京看守所。根据日本官方统计的数据，1993年3月26日以来的死囚名单，截至2018年6月，大帮松山是日本最年长的死刑犯。案件发生后，在当时的日本社会引起震动，关注住宅噪音的问题开始在日本社会广泛讨论。有人甚至给平冢警察局打来电话，表示我能理解罪犯的感受，噪音污染已经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噪音受害者协会会长佐藤佳子发表声明说，我虽然不否认这是起谋杀案，但我也担心类似的谋杀案会接连发生。现在越来越多的家庭开始购买钢琴，但作为整个社会的规则，我们必须建立一个明确的认识，声音只在你自己的家里。佐野表示，如果大帮松山是个谋杀犯罪，那么在家里用钢琴制造噪音的那些人，难道就不是犯罪吗？
我认为对弹钢琴的邻居有谋杀意图的松山是为我们做的。之后，噪音受害者协会在200名成员的会议上决定支持对被告人大帮松山的刑事判决，共收集提交了100份诉状，均被松山本人提出拒绝取证。事发地横口住宅小区的楼板厚度仅为12厘米，用以降低成本。但在事情发生以后，住房和城市开发公司将楼板厚度增加到15厘米。日本作曲家团一久模指出，钢琴并不适合日本家庭，因为日本房屋的隔音效果并不能有效隔离钢琴的琴声。1979年，日本发布了卡拉 OK 噪音管制条例，在住宅区深夜唱卡拉 OK 成了违法行为。时间20年后，日本的钢琴大量被震动性小、可以用耳机收听的安静型电子琴代替，这些都与大帮松山事件的影响是密不可分的。以上，感谢收看今天的节目，记得关注万象的频道，平安喜乐。